欢迎大家来到东方译文频道。影片制作艰辛，请大家抬手点赞订阅，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。今天这个故事是网上流传比较广的一个版本，我对里面的宿命感深深的感慨，所以整理出来播给大家听。你相信人死之前会有预感吗？有些人认为这只是迷信，但有些人则认为这是科学的现象。然而，今天我要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一个关于预感和死亡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的主角叫老陈，他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，生活平淡无奇，平时勤勤恳恳，从不旷工。他总是一丝不苟地完成自己的工作，得到了同事和上司的赞誉。但是有一天，他突然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，他决定不上班，不出门，就待在家里的后院看书。因为那天早上他起床的时候，脑海里闪过了一个令人恐惧的念头，今天可能被汽车撞死。老陈并非凭空产生这个念头的，他之所以有这种想法，是因为前2天发生了2起惨烈的车祸，死了2个邻居，一个是辛勤劳作的花匠，一个是备受敬爱的教师。据说他们死之前都有预感，都做了一些奇怪的事情，比如花匠在那天早上特意洗了一个澡，换上了新衣服，还精心修剪了指甲。教师则在那个月里把自己所有的日记、信件、手稿都烧掉了，还要求朋友们把他写给他们的信也还给他，结果他们都被卡车压成了肉酱。老陈觉得他们之所以死，是因为他们没有重视预感，如果有了预感，就应该尽量避免危险，不能坐以待毙。所以老陈决定今天就待在家里，不去上班，不去外面。他觉得汽车总不会冲进屋里来撞他吧。老陈对妻子说，今天一天我不上班也不出门，我在后院看书，天塌下来你都不要叫我，有人来找我就说我不在家，我今天有重要的事，至于什么重要的事你不要问，问我也不知道。就这样说完，他就拿了一本悬疑小说和几块面包，钻进后院放杂物的土坯屋里去了。老陈的妻子被他的话弄得一头雾水，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他知道老陈是一个很理智的人，从不做无聊的事情，他今天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古怪？为什么要躲在土坯屋里？以前他可是从来不去那里的，那里又脏又乱，还有老鼠和蜘蛛。他几次想去问他，都被拒绝了。老陈从来是说一不二的，陈嫂只好去自己单位请了假，便匆匆回到家里。不管怎样，他不能让老陈一个人待在家里，他觉得老陈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。从早晨8点到下午4点，先后有4个人来找老陈，都被妻子礼貌但坚决地拦在门外。妻子解释说，老陈有急事在身，不能接待客人。来者虽然一再哀求，但也无济于事，只得失望离去。下午4点，当淡淡的橘黄色日光洒满后院的时候，老陈单位的经理来访，他气喘吁吁地说，有10万火急的事要老陈赶快去上班。妻子见来者是老陈的上级，又声称事情极其紧急，不敢怠慢，只得将经理引进后院。然而老陈却一反常态，他双手猛烈挥舞，神情激动，我不去，我今天哪儿也不去，你们开除我也不会去，不必问原因，我有10分重要的事，你们将来自然会知道，你走吧。老陈急得浑身是汗，脸上满是惊恐。这时候发生10万火急的事，显然不祥之兆，像是死神的召唤。他无从让经理理解他的行为举止，他现在不能说明自己的预感，如果说明了，后果只会更加不堪设想。等预感消失了，他会好好向经理阐明的。经理被老陈的反常搞得摸不着头脑。离开时，他对老陈的妻子说，再观察一下，如果情况严重的话就叫医生来。妻子噙着泪点点头。大约晚上7点左右，
一辆重型货运卡车在一条柏油路上飞驰，快到三岔路口时，为避免与一辆违章行驶的客车相撞，卡车急转弯冲上路边的土路，撞倒了一堵砖墙和一座土坯小屋，随后停了下来。人们将老陈从散乱的砖块中扒出来时，他已经失去了生命。老陈的死让所有人震惊非常，这起离奇事件在当地成为传奇。之后，当人们讨论人死前是否有预感时，总会拿老陈的死作为例子。如果他没有预感，他为什么突然一整天不出门？又为什么会突然跑进最终砸死他的土坯屋里？更何况，他说的那些怪话又算是什么呢？本集已经播放完毕，谢谢大家收看收听。节目制作不易，新频道经营困难，恳请大家点赞、订阅和支持。